哦，哇，自动调啊！对了，哇！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那个 handlebar 降低了。哎呀，you're right， 我是去低的 ，yes。今天很开心来到 H2C 这边做这个 ID Mesh Bike Fit 啊，在身边呢，这边有 Justin 啊 Hello， 大家好，来。因为这套系统它跟以往的 Bike Fit 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说，它是用 motion capture， 所以它会有一个 camera 在那边。OK， 全程等一下你就是会based on它的 guideline， 你会站在这个 carpet 的 marking 这边。OK， 它的 motion capture 就会抓你的身高啊，你的 inseam 啊，种种的那个 sizing 出来。第一点要做的就是，首先我们要得到你的身体的数据，猜一猜，表面有几重？应该是65还是64啊？64.8。OK。首先你站在那个1号位置，你看那1号位置 ，OK， 然后基本上你身体放松，站直。接下来我们可以去到2号，你的脚可以放去2号位置，你的双手摊开大概45度，这样子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可以来到3号位置，你站着，你的双脚保持直，然后你的上半身开始往下弯曲 ，flexibility 在看这个其实它不是看你的 flexibility，它是要知道你的这个坐骨的那个扭曲会有多少。OK， 他们英文叫做 pelvis rotation 啊。你觉得下到 max 你就维持在那边了，可以了吗？max 了。这个工具是拿来测量我们的脚，因为当我们骑脚车的时候呢，很多人会有一个问题的，有些人是脚是直的嘛 ，OK， 然后有些人的脚可能他在骑的时候，他可能会往内拐 ，OK， 或者会往外拐，这样这个就是用来测量，来知道你的脚的 profile 是 neutral 的还是有扭曲的。OK， 所以这个脚板放上来呢，你看啊，我们这边会有一个 laser， 然后这个 laser 呢就对准你的第2根脚趾，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这个脚板就不要动了。OK， 另外一个脚板呢，你就站在这个位置，我手掌这个位置，然后现在你就双手扶着这个 handle。OK， 你的身体保持直，向前看直，然后接下来你2只脚的脚跟提起来，这样子啊，2只脚的脚跟提起来，对了 ，OK， 往前看 ，OK， 放下来 ，OK， 放松，我们再来一次 ，OK， 提你的脚跟，2只脚 ，OK， 好了，这只脚我们已经量好了 ，OK， 你的右脚是 neutral 的 ，OK， 直的 ，OK， 我们再来看你的左脚啊。OK， 你看这个雷射你提起来的时候，它会进来，就是说你的线不是正中间的。可以看到吗？这样子。但是是非常轻微的啦。OK， 所以我们还是会 consider 它为 neutral 的。OK， 所以这个是拿来量你的脚板有多长，有多宽，然后你的那个脚趾的那个凸出来的那个骨头 ，OK， 是在什么位置？所以这个就会拿来量出你待会你的那个 clip 是必须要安在什么位置的。所以基本上你的脚板你可以看到了，都是蛮平均的，那个骨头的那个位置也是很靠近，宽度也是很靠近。右边的这个呢，就是你的刚刚测量脚之后出来，他建议你目前的那个 clip 装在鞋子上要装在什么位置。然后这个就必须要用到他们的那个工具来做安装。我们来放下去。这个是Shimano 的，对了，位置我们调好了。接下来我开这个雷射，我们就知道你的 clip 的位置是不是跟它要求的会偏差几多了。OK， 来你可以看到这个雷射，这个雷射呢，目前最理想就是要以这条线对称才是它最 optimum 的位置。现在是要在这个中间线对齐。OK， 我们这个叫 clip fit 啦。以这个 clip fit 的这个东西呢，它是可以单独分开做的。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可能你觉得你的 bike fit 已经是很完美了，你不需要再重新做过 bike fit， 对。但是你想要尝试一下做这个 clip fit 的效果是怎样，是可以单独做这个 clip fit 而已而且收费也会相对便宜很多大致上你可以看到之前的区别，这个痕迹是你之前的那个旧的位置，你可以看到那个角度跟那个位置。OK， 那么 Justin 现在做这个步骤就是将我的这个原装脚车的一些 measurement apply 在这个 ID Mesh 的 machine 那边的。讲真，因为从来我都没有做过 proper 的 bike fit， 所以现在这个尺寸呢，我是看我是那2年经验
骑出来的感觉吧。我每次都是，比如说这边有点痛啊，就慢慢 adjust， 那边有点酸就慢慢 adjust， 所以没有一个 proper 的 guideline 给我，全部是上网看 tutorial 的慢慢学到。所以难得这一次呢，来到 ID Mesh 的这个 bike fitting 这边呢，就可以 proper 做一轮了。OK， 已经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准备做 bike fit。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输入目前你的脚车的 setting。OK。哦，哇，自动调啊！对了，哇，这个就是直接模拟目前你的脚踏车的那个 setup。哇，你可以大概看一看 handlebar 跟那个 saddle 的相差跟高度，是跟你的脚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OK， 接下来就来到你比较关心的菜单了，就是说你现在要做的是 Grand Fondo 呢，还是比较竞技一点的那个 setting？ 我们有 Grand Fondo、Circuito、Classic、Tour 跟 Aggressive。Aggressive 跟 Tour 有什么分别 ？Aggressive 就是那些 track 那种啊，差不多是那一种。以单站为主的。那么你这种应该是跑Tour的吧？啊，应该是啊。Tour 的 friends。Nice。然后以这个 ID Mesh， 它是以 drop bar 的 fitting 来做标准。如果 drop bar 你能够长时间都在 drop bar 的情况下骑，那么握上面你肯定也是没问题的。是哦。所以它会以这个来做标准。所以待会你就是全程在 drop bar。电脑这边呢，它就会在侦查着你的身体每个部位的那个角度。OK。然后同时也是有显示你的那个 RPM 咯。然后待会它就会备选你骑一段时间，它根据你的动态去做出调整。可是我现在我的那个脚了，膝盖弯进来没有关系的。你感觉到是弯进去？我不知道，你看正常吗？你的右脚会比较明显，有弯进去。现在做什么啊？先这样骑先啊！你先顺其自然骑，因为自然的你会感觉到你做了这个 clip 的改动之后呢，你现在会发现它会其实用你的大腿的肌肉比较多。OK。现在它把你的那个座位是应该往后移了一些 ，handlebar 还没动过。现在来了。调高了。对了，然后 saddle 也是调高跟调后了。OK， 所以我去后面点这样子啊。因为毕竟你说 bike fit 呢，第一个关键点是要先调整好你的脚的问题啦。OK。因为你基本上都是脚在工作嘛。对。所以会以 saddle 那个调准来做一个基准，之后才来调那个 handlebar。如果是说你的车的 size 跟你本身的身形是比较接近的话呢，通常那个 stem 它不会要求你太长的。这样子啊。你可能大概在100左右都已经是 OK 了的。OK 了。反而是比较小号的车，你的 stem 就需要到更长。OK。等一下骑一下，我就习惯我脚是这个 angle cadence 86、87这样子。需要加重吗？还是要放轻点？其实有影响到吗？加重加轻这种东西？加重加轻其实是针对那个做 bike fit 的人听不听话。他不听话，我叫他做80，他还是要做100，这样我就加重给他。最主要是可以 spin 到正常的，可以的。对，待会结束就知道你目前的 setting 跟 Pro 记忆有多少。是哦，那你差距多大？像新手上来的话，他们应该没有需要这样子的。新手的话，通常要看啦，有些人当然顾客他的要求，他付钱嘛，他最大嘛。对。当他新手，他说还要做 Pro 的，我不可能拒绝他嘛。但是我们也会给他建议啦。是啊，做好之后自己不适合啊，人家又弄得更伤。对，所以我们通常会灌输的那个概念是说，只要你可以骑得到，你就可以骑，而不是你的姿态有多 Pro。如果今天你骑一个 Pro 的姿态，但是你是不能够完成那个路程的话，那么也没必要啊。是啊。现在什么情况？现在那个 handlebar 降低了。You're right， 就是我是去低的 ，yes。但是还是比你目前脚车的高啊。高回了。其实我这样子讲话聊天有影响到吗？你说影响到那个 fitting 吗？不会啦，讲话不会啦。除非你的身体一直乱动，可能会影响到。我现在 feel 到的这个车身的measurement 呢，跟我的那个原装脚车的幅度不会说很大吧 ？OK， 就是因为那个鞋子 clip 改变了，我现在有点不习惯吧。其实现在它的 fitting 已经好了 ，OK， 现在这个是你的最后它
fit 给你的最 optimum 的那个 fitting 啦。OK， 然后在以高点了之后，如果一般上有问题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强制性 override 进去 manual mode 的。哦，这样子啊，进 manual mode 就是以手动的方式去做微调。OK， 你也看到这个比较大的数字呢，是最后 byfit 出来给你的数据。OK， 然后下面灰色框起来的那个就是你的脚车目前原本的那个 setting。哦，就是之后它的 report 出来呢，我们就 based on 它 final 的那一个 position， 因为它是跑那个 coordinate 的。OK， 它有 x and y 的那个 value。然后我们再以那个 value apply 下去你当下的这台脚车啊，所以你看我手掌的那个十字差，哦，去到后面了啊，去到后面然后再升高，哇，这个 set 要提高再升厚。对啦，所以以后要是我们换脚车，我们也可以拿这个资料过去其他脚车店那边，叫我们调回同样的那些 data。OK，yes and no 啦。yes and no， 只是说 yes and no 呢。第一，因为它有它 special 的那个 tool 去量那个你的 coordinate。说如果你去其他脚车店，他们不明白这个东西，他就可能比较难去调到这个 fit 到这个 setting 给你。OK， 啊，这个是 no 的部分。这样 yes 的部分是什么呢？其实他们在这个 ID Match 他给你的这个数据之后呢，他们是有一个 converter 的，你可以把这个数据在他的网站里面输入进去，他会把这个 coordinate convert 去 exactly 的一个 measurement。OK， 比如说多少 cm， 多少 inch 这样子。OK， 所以就可以拿这种 cm 来给对啦，你可以事先 convert 好给他看。哦 ，OK 啊。不过最重要，我们还是得找回来 H2C 这边找好这边调回来。OK。那么调 shader 呢？担心你的 shader 可能不够长，不是不够长，你的 seat post 因为这个是 0 degree 嘛。可能你需要换 layback。如果你觉得你要纠正回这个问题，你找就是 layback 角度比较多的 seat post。啊，因为我这个只是这样子吧，就是对。现在到 handlebar 是638。482，就是大概5mm 的那个 spacer， 然后你的 stem 拉长，stem 基本上大1号吧，大1号就已经是 OK 了。你觉得有需要的话才来换，真的去外面骑一段路线了。对，一些 rider 他们比较有要求的话，他们会直接果断的直接换掉。像我们说不果断的话，就是要 test 的。这个观众看来我可以收涨了啦，不用犹豫啊，是不是？可以不用犹豫啊，除非你想这边挂带兵啊。就搞定了，已经是搞定了 OK。剩下的就是你的 seat post 还有 stem 而已，一个是拉后，一个是拉前，然后还有挂带兵了，看你要处理掉吗？所以我回去再骑脚车给你们知道我自己的 bike fit 做怎样。讲真的，我现在做了这个 bike fit 哦，我觉得有帮助到 OK。虽然是我的 cleat 那边影响最大，它把我的脚的传射power哦弄得很好的，就是我发力哦，尤其是大腿那边哦 ，OK， 就是直接下去哦，我不会觉得我这边会有 twist 感觉，就抽的感觉。当然，除了膝盖的位置有改善，那么我上半身也没有问题啦，骑180公里也没有腰酸背痛，所以我对这个 bike fit 是相当满意的。那么在这个 bike fit 的它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们有收纳了很多其他品牌的一些车身啊，那些 size 给你。比如说你今天想要买一台新车，它就会让你知道，如果你要买这台 Ostro 呢，你是应该做什么 size。它是 based on 那个 bike fit 的数据，来让你知道这台车你需要大概微调多少。那么你拿不一样的 size 呢，就要调，你要做的 offset 就会比较多。哇，这个差距很大。你就可能 handlebar 这个 X 你就要减16，Z 就要减27。OK 了，各位，如果大家有兴趣来做 bike fit 的话，可以来 H2C 这边做这个 ID Match 的 bike fit。这个收费是怎样收啊？你们？目前的收费定价是950块，就是一个全套的 bike fit 啦。OK。然后剩下的如果只是要单单做 clip fit 那些的话，价钱有待他们去调整，因为目前的那个 final 价钱还没出来。OK， 可以。最主要还是骑得舒服，然后骑得不会腰酸背痛。今天 Thank you Justin。OK， 好，谢谢你们。耶。OK。